这个人工智能也会受一个非常大的影响，非常大的影响，也是中国的股市里面重要的增量的概念。所以，如果人工智能跟机器人两者提前进入退场期的话，那上证早晚也会慢慢的进入退场期。这个也可以认为是，人工智能跟机器人就类似于后的对币市一样，哈，大家之前多次听到我讲这个后的对这个比特币进场期的质量的关键的支撑作用。所以后的如果一直是退场的话，那比特币的进场也好不到哪里去。人工智能好久没开 Space 了，然后借着今天正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聊一聊现在美伊之间达成的这个协议。白天事实上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已经很多人就已经在布置抢筹了。事实上大家也看到了美股暴涨，这个其实你们因为现在中国跟这个伊朗相当于现在处于信息战的状态，所以中文世界哪怕是推上的中文博主，你们这个时候可以细心观察，基本上就是受信息战的影响以及受统战的发布信息的比例感调整过后的信息比例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如果你们大家哪怕已经翻墙翻出来了，但是由于你们看大量的简中信息，那很难去在这个中间抽丝剥茧出正确的内容，以至于像今天我记得早上的时候，一开始这个十条所谓的刚公布之后，可能伊朗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十条，美国有一个自己的十条，这两者的十条之间有很多的出入。那事实上那个时候就已经当然这也是由这个 CNN 先引用了一个虚假新闻开始的但是中国肯定大量的信息战的博主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推上这样的人是非常多的，是拿着钱的，所以他们在这样的信息调整过后的这种信息源的调整下，他们就大范围的在传播这样的内容。如果根据这样的信息来调整的话，你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所谓的美国战败了，美国听伊朗的，然后伊朗获得了自己全部的要求。事实上，你看到很多的博主都在讲这样的内容如果说你发现你之前一直关注的信息源，一直关注的 KOL，他们是这样去表述内容的，那你们应该去心里有数。有一些甚至也不是受信息战的影响很多甚至就是他们自己。他们的认知水平就是这个样子。那这样的话，你们也应该去相应的调整一下你们信息摄入的比例感。这个前几天我发了一条推，专门讲到信息比例感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下，其实比例感是非常非常重要跟关键的。你摄入什么样的信息源，非常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你的操作是不是合乎客观事实，合乎客观事实。那这个从前几天那个什么那个伊朗就是记录 F-15，然后飞行员所谓的就开始盛传所谓的抓到俘虏了，又怎么样，甚至还传出来怎么已经开始对着俘虏开始拍视频了。就是如果信这些的话，然后你如果相应的去操作一个美股的，假如说你去操作纳指的这个指数，以及与一个你的信息源是充分经过正反双方充分对冲过后，你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或者是你所摄入的信息源是一个非常贴近客观事实的一个信息源，那么你所得出的结论和你在交易上所产生的动作肯定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在这样的时刻，尤其在双方信息战互相黑的白的信息大量的释放的过程中，我觉得大家需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把你平时，你非常信任的一些博主，他们的信息源进行过滤跟比例感的调整。如果他们在，如果他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尤其是关于十条的解读上，如果出现了大量的所谓的美国像伊朗投降呀，然后伊朗大胜呀，如果说你关注的博主是这样的一个信息源的话，那你如果做出了相应的，那你肯定得出的判断是今天晚上你这个美股开盘你肯定要去买空呀，对吧？那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你必然要遭受重大的损失。所以我们这里先抛却你所有的政治的诉求和你政治的观点不谈，我这里专门的去讲你的信息源是否合乎客观逻辑，是否合乎客观事实的发生。那么这一点，至少站在你交易的角度，站在你最后投资的角度，你都不得不为你自己的真金白银的下注去负责。所以每当这样的一个时刻，我觉得大家都要去充分的检视一下自己的信息源，到底它的比例感是不是符合你过去一贯以来给予它的权重所以这个是提一点。那么我们具体聊一下这个内容我今天转了一个我3月20几号发的一个推我的3月多发的那个推，简单的说就是
那个时候就是其实美伊已经开始接触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双方开出买一跟卖一价了嘛。如果你们大家很多人不少都听我之前的 Space 都有每期听下来，那一期我专门讲了这个明朝万历战争沈惟敬跟这个小西行长两个人之间，因为两者之间在撮合双方交易的过程中没有谈妥，而且互相对自己的主君沈惟敬是欺骗了万历，然后小西行长是欺骗了丰臣秀吉。使得他们两个人在明朝的使臣真正的去日本进行册封，双方才信息第一次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互对。那这样的一次对齐的过程中，然后丰臣秀吉发现自己被骗了，然后大怒，然后又发生了第二次清朝战争。这两次清朝战争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我后面讲到的，分别把明朝的财政给拖垮了，以及丰臣秀吉自己的政权全部丧失啊，被德川家康给捡了后面的果子。当然，中间是有过程的，这中间是有过程的，并不是说一结束就直接窜了。但是，呃，可以说是整个日本西国的势力啊，就是日本分关东、关西啊，日本的关西这边的大明的势力，在万历朝鲜战争之后，受到了极其惨重的打击啊，非常惨重的打击，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经验去面对中国边防的骑兵部队。明朝一样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因为张居正好不容易为万历内堂可能攒下了大约有2000万两白银，但是这2000万两白银基本上在万历有3大征但是那3大征里面那2征花的都是一个零头，但是在万历朝鲜战争中花的钱非常非常巨大，基本上把这个万历自己的内库内堂全部给花得一干二净了，所以中国的财政从万历朝鲜战争之后，可以说出现了非常紧张的状态，使得后面你可以看到，到了这个萨尔浒之战的时候啊，那个明朝派出几支边军出去尤其是像这个刘挺这样的关键式的这种关键式的力量刘挺是非常厉害的武将刘挺在前线开始开进萨尔浒之战的时候，他本来正常的应该是等待自己的这个边军到位，等待他自己非常熟悉所使用的这个四川的军队到位，但是后来就是没有到位。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没有办法等待。而且后面你会看到清朝跟明朝之间的多次战争，每次不管是万历还是后面的崇祯，都会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就是他由于财政的紧缺，他不得不多次的催促前线的将领本来不应该出战，但逼着他们出战不管是后来的洪承畴的这个松锦之战，还是后面包括这个打李自成这些战争，都是不应该出战，但是由于财政的捉襟见肘，都不得不催促出战。这就是万历的财政已经被朝鲜战争期间给打光了。所以我说，如果说这一次我上次就类比，就是说那个，因为之前阿曼是作为两者之间的一个撮合商，在伊朗跟美国之间的买一个卖一价之间开始互相撮合，这个是战前。但是战争把这个阿曼作为这个中间者的这个地位就彻底抛却到后面，因为他也丧失了这个作为谈判中间商的这个信用。但是后来我最近转这个推，就是我自己写的推，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我有写中俄后来在这次撮合中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跟关键的作用。尤其是中国你们也可以看到特朗普的推今天专门讲了中国起到作用这就是我说为什么，因为你们可以看到，事实上这次战争能够这样的方式去收场，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可以说，尤其在这次战争，如果这一次，呃，相当于特朗普说的是美国时间美东时间晚上8点，如果美东时间晚上8点之后，这个撮合没有最后阶段能够落实。我想说的是，这个对美国的打击会非常的大，因为这个战争就会不可避免的进入长期战争，不可避免地进入长期战争。所以事实上，在伊朗已经打成这个状态下，已经打成这样的状态下，伊朗是不太担心继续进入长期战的。但是美国这边由于中期选举以及其他的国内一些政治气候，美国是不愿意继续拖的所以事实上时间是站在伊朗这边伊朗已经被炸成这样了，他再被炸也无所谓。所以事实上，如果拖时间的话，对伊朗更有利，对美国不太有利，不太有利尤其是中期选举再过几个月就开始正式进入这个选前战这个的话就会，而且对美股的拖累就是不可忽视但是就是特朗普在如果你们关注这个，我之前讲过特朗普的几个导师包括那个 Norman Peale，这是他这个神学牧师上的导师这个直接塑造了他强健和乐观心理的底色。这个我之前有提过，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去搜这个 Norman Peale 很多关于神学的讲章。这个是特朗普精神里面的超我层面的底色。
那么他自我跟本我上面的底色是充分在整个，大家知道他之前他爸爸是在这个 Queen 皇后区，做一些纽约边缘的郊区的地产商，并没有在纽约的主流成为一个主导。但是从特朗普这一代开始从纽约的郊区开始进军美国的曼哈顿这样的核心的去进军这里面的房地产。这里面每一块地的争夺，基本上都伴随着黑帮和各种，美国政商之间来回的勾结啊，可以说烂人非常的多。他在这里面杀出来，中间有非常多很有意思的一些中间的一些内幕，你们感兴趣也可以自己去搜。所以就是他在这样的过程中，你们可以看到，就是事实上，美国的地产商，尤其是甚至在中国吧，各个国家地产商到了这个整个后面的存量博弈，已经就是像中国已经增量博弈也已经结束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地想要去各种搞，但是原来的地块存量博弈，基本上都会伴随着非常激烈的各种层面的斗争啊。特朗普是从这里面曼哈顿的这种核心区里面杀出来的啊，他抢的这个地块，包括这个 Trump 这块地块，包括他自己的这个。他的这个海湖庄园，Mar-a-Lago 这个庄园的这个地块，你们可以看到他这个谈判是怎么谈下来的啊，几乎都使用了各种，呃，你说黑道手段也好，各种坑蒙拐骗也好，诈骗也好，各种这个对他来说，他没有这种心理包袱，没有这种道德包袱，基本上是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他非常擅长跟流氓打交道，因为他自己在这里面本来就浸润良久，所以就是他在这次谈判中专门派出了一个谈判官啊，这个谈判官就是他在这个曼哈顿争抢地块中这个过程中所认识的一个人啊，跟他也是高尔夫球的这个球友啊，他所提到的就是他本来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浸润出来，但是他自己也非常非常认可这个人啊，这个谈判官他认为是他人生中遇见的最会谈判的、最会处理这种流氓事件谈判的人啊，他判这个人专门去跟伊朗进行对接，而且以巴基斯坦为中介，巴基斯坦为中介，事实上背后就是中国。这里面中国起到了非常非常重大的作用，为什么？因为尤其美国要炸的那个岛啊，美国要炸的那个岛上面的那个石油上面所布满了那个石油精炼的那个初步精炼的那些设施，我可以跟大家讲，那些的设施里面90%都是为了山东地炼做前端准备的。绝大部分油最后都是通过中国啊，然后直接是通过没有信号往外传播的这些相当于无证船啊，然后在中国的外海，然后在中国的可能是很大一部分程度就是在青岛的这个董家港码头啊，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那个胜利石油东营的那个码头直接就进港，然后在中国的山东地炼里面直接炼油。就是因为中国的国企怕被美国制裁，所以中国的国企三油是不敢直接去炼这部分油的。但是伊朗油，钱是通过昆仑银行去结转，然后它的这个油料是通过山东地炼来炼，所以这个对中国的影响，中国能拿到便宜油跟伊朗的关系非常非常重大。所以就是事实上，你们看到美国说要炸伊朗的石油设施，最紧张的不是伊朗，伊朗早就无所谓了啊，是自己高层都炸没了。你炸他电厂，炸他的这个石油设备，对伊朗人没有什么影响啊。但是我推上就讲过，我最近转这个推，3月24号我写这个推就写得很清楚，就是在阿曼之后，成为这个新的撮合账的是中国，俄罗斯也有去撮合，但是它的动力显然不如中国，中国在这里面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中国自己也承认了啊，今天的外交官在那个国务院的这个对外这个答记者问的这个会议上，专门有讲到中国在里面起到了积极的斡旋的作用，事实上也承认了，就是由于那些地链，特朗普说打那些地链的设施，事实上不是说给伊朗看的，伊朗自己是无所谓的，是说给中国听的。所以中国由于一直对伊朗有重大的影响力，所以在这个中间，中国成为了这个小鸡刑长跟这个沈维静的角色，在中间重新撮合了双方的买一跟卖一价，使得最终这个协议在最后这个8小时之前达成了完成。你要知道，一个国家如果说自己的头150号人物，就相当于政治局常委加政治局委员，头150号人物已经全部清空的情况下，你再炸他的石油设备，对他本国来说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又能怎么样呢？人都死光了。整个领导层都没有了，你炸来炸去，他又能怎么样呢？对伊朗人来说是真的无所谓的啊，所以大家很多人可能看到前几天他说要炸这个伊朗的电力设施，炸伊朗的，为什么炸电力设施？中国也很紧张，因为电力设施也是它炼油的一个基础呀，它炼油需要大量的耗电。如果你把伊朗的这个石油跟伊朗的这个电力全部炸完的话，中国的 CPI 至少要上涨5个点，我就可以这样讲，中国的 CPI 至少要上涨5个点，非常的夸张。
因为便宜的油料，之前大家知道重油是委内瑞拉给中国提供，而轻油、轻质油，大家知道石油的分链啊，最上层有这个轻质油、石脑油啊，在下面有这个相应的这个航空煤油、柴油和汽油啊，这些油料大量的能够做燃料的燃料是伊朗这边能产出的，这些便宜油是伊朗给中国提供的，而那些重油，比如说铺路的沥青呀，或者是给船用的那种船用的重油呀，那些是委内瑞拉给中国提供的。相应来说，委内瑞拉被美国拿下，对中国的影响还不是特别的深。但是如果伊朗的这些基础设施如果全部炸光，哪怕后面恢复了通航，哪怕后面伊朗恢复各方面的这个跟中国的合作，但是这些基础设施要恢复，至少也得5年。如果这5年之内中国的物价上涨CPI 要上涨5%，你们能想象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吗？这个 CPI 我相信是中国对这个政权根基最关注的一个指标，因为你们知道中国的几次这个大的风波跟这个物价上涨都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这一点是真的是不是说给伊朗听的，是说给中国听的，所以中国在这个机器斡旋中是真的是下足了力气，终于把双方的买一跟卖一价相当于给撮合起来。你们可以看到，在3月24号的时候，我发推的时候，那个时候双方第一次提出了买一卖家的概念，而且伊朗没有拒绝，伊朗提出了自己的卖一价，到现在终于撮合成同一份，这个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个从今天来看，毫无疑问这是特朗普政府的重大胜利，这是特朗普政府的重大胜利，因为有非常大的概率会被拖成长期战争因为就是本来事实上就应该是长期战争，打成这个样子的话，伊朗没事就发几个导弹，没事就发几个无人机，那就很难弄，也很麻烦。但是特朗普在最后阶段他搞的这次极限施压，哎，对伊朗的作用有限，但是让这个中国作为中间人起到了非常大的压力包括印度也起到了中间的这个很大的压力，包括土耳其。这些对这个伊朗的油料非常依赖的这些国家呢，都在这中间起到了积极的斡旋作用，所以他们可以说是最终给这个事情作为盖棺定论拍板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撮合商，相当于这次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中间商在来回撮合差价总算把这个滑点给弥合上了，使得这次交易得以成交。所以特朗普自己年轻的时候写的一本所谓的《纽约时报》上排名第一的畅销书，就是所谓的 Art of Deal。就是交易的艺术。那他最终在人生的最后一个任期，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中能完成这样一次交易，我觉得确实是，算是完成了所谓的他书中所提到的一些理念，确实是一次完美的一次展示吧。所以，美国这次就真的从这次怎么说呢？后面会有反复，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很可能因为伊朗现在是分成各个地块，各个地块独立为战，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仍然有个别的小的弹道导弹呀、小的无人机呀，有在持续对阿联酋进行攻击，或者对以色列进行攻击。但是这些都无关紧要，大的层面上已经很大程度上在向稳定方向，已经在不可逆的在运转了。后面即便有一些波动但是也只要在正常的框架范围内，双方只要有一个中间的信息足够的一个撮合的交易的。有一个渠道可以去沟通双方的一些及时的信息的反馈，那么事实上这个框架也大致可以保留下来。而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那个事实上从前几天开始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当然中国这边肯定中国国内的简中信息全部都处于信息战的状态都是肯定是要不停的再去讲美国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就大家做交易的话是没有办法参考的但是在这个韩国媒体、日本媒体以及台湾媒体这3个国家媒体已经作为一个中正的一个立场，对这些事情其实已经分析的非常的深入了。在前几天，大约是3天之前，这3国的媒体基本上就已经认为已经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最终的这个时点的这个落点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这个初步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也许可能会允许伊朗去在这中间收费而且收费可能是以比特币的形式，这个对比特币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利好因为挺有意思的因为搞美元的话，可能伊朗面子上挂不住然后搞这个的话，但是事实上中间这个东西是这样交换的，这个就是起到了就是特朗普所派去的这个谈判专家他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所谓的你想要面子，我给你面子，但是中间的这个利益和里子，他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更多倍的夺回来。这个更多倍的夺回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允许你这个概念现在框架是这样的，就是允许你明面上继续向各国过霍尔木兹海峡来收费，但是美国可能会跟伊朗合资建立一家合资企业，共同开发伊朗本地的油田。大家听好了，是美国跟伊朗要共同成立一家合资企业，一起来开发伊朗国内的油田。这个会形成一个什么效果？大家发现了吗？这个会形成一种非常好的效果，叫所谓的我今天所说的叫一赢各表，一种赢学，双方各自表述。美国当然可以说自己赢了，因为本来就是他赢了，相当于这给美元霸权的柱子上又加了一个非常扎实的根基。这个因为这个合资企业最后肯定会是以美元的方式结算，而且也会以美国在中间合资中间的利润也会以美国也会拿去相当大的部分，同时美国因着这份利润也会相应的增加对伊朗很多经济跟社会层面的控制跟影响。那伊朗层面呢？伊朗层面也可以说自己赢了，大赢特赢，因为他可以说，你看美国输了，美国因为输了，所以在我这赔偿，然后他在这赔偿，所以在我这建厂。大家明白吗？这就是这个交易的特别厉害之处啊！这是特朗普派出的这个人，真的非常的厉害啊！我看到这个方案，事实上从前几天韩国媒体先爆出来，然后日本媒体也开始说，我就开始判断这种交易的可能性。但今天看来，这个时点双方的这个时点出来之后，我基本上这个框架，我认为就是会这么做。允许伊朗明面上去收这笔钱，或者是不收钱都可以，但是美国会跟伊朗成立一家合资企业，一起来开发美国的油田，一起来开发伊朗的油田。这样做对美国有几个好处：第一点，利润那就不用讲了，美国肯定会分润；第二点，又增加了一个关键的美元的支点，就是这里面这个美国一起开发这个美国油田，必然是以美元结算，必然是要走这个 SWIFT 系统。所以很多的今天我看到很多的什么博主又在那说什么美元霸权又结束了，又什么什么，你们千万要注意啊！这种人的信息源，你们站在政治观点上去认同他们，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无可厚非，因为政治观点每个人都可以有，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把你的交易这种高度贴合客观事实的东西，如果你通过他们的信息来判断，那你要吃大亏，你要吃大亏。所以你们千万要注意，今天所说的说什么美元霸权要结束呀，有什么的，你们要千万注意这些人的观点，你们要相应的调整好你们的比例感啊。这些人的认知，要么是他们的这个信息源有问题，要么就是收了钱了，要么就是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认知的比例感没有调整好啊，要么就是认知受限啊。所以这个你别看他们的粉丝量很多，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很有权重啊，但是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如果他们得出这样错误的结论的话，那他们很难做好交易。我就可以直接下定论，很难做好，因为他们这个信息源跟客观事实的差距非常的巨大，非常的巨大啊，这个是一点，所以你们要注意，就是什么叫谈判的高手？什么叫谈判的高手？就是谈判的高手就是在于能够塑造非常非常多的帕累托最优，哪怕在双方敌对、互相你死我活、恨不得对方死的情况下，他都能找出来帕累托最优的这个点。什么叫派累托最优？就是使得双方都能在本来应该形成一个纳什均衡，互相坑害对方，结果从纳什均衡这种囚徒困境的这种博弈中，变成了一种帕累托最优，双方互相找到了一个点，哎，这个点你得利，我也得利，双方都得利，面子上都过得去。伊朗现在最重要的得利点就是他必须要证明我的政权有合法性，哪怕他中间亏损很多钱，他都无所谓。他这个钱反正不是让中国挣去，就是让美国挣去，这无所谓。但是他可以怎么样表述？第一，你看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战前我没有控制，现在我控制了吧？看起来好像一艘船收了200万美元，很亏，但事实上美国估计是200万美元，美国不会说通过阿曼呀或者美国跟伊朗联合征收，因为这样对美国的这个正义的形象或者影响确实有一个比较深远的政治上的减分，所以我不见得美国会这样去做，但是美国会用间接的方式把这笔钱收回来。怎么用间接的方式收回来？就是跟伊朗共同开发油田。这样做就是两个重大的好处啊，大家听好了。第一个就是美元的霸权体系加上了一个深深的根基，这个根基可比之前的任何一个都有分量啊。因为伊朗之前一直是游离于 SWIFT 系统、美元霸权体系之外的，一直是中东板块体系里面唯一一个缺席的一个国家。但是现在这块关键的石油的美元补上了，这对美元是一个巨大的提振，而不是损失。那些人到底他是有一些博主，我看到他这个观点简直是与客观事实简直南辕北辙，我不知道他这个信息到底怎么得出来的。所以这对美元霸权是一次重大的加强，而不是损失。第二点就是，当然就是利润了，以及对这个利润，这个利润肯定是远远大过所谓一艘船收200万美元的这部分伊朗所收的钱伊朗收的这笔钱，美国会以这个分润的形式从这个合资企业里面拿回来。
所以美国肯定是在这中间，相当于在某种层面上间接的跟伊朗共同收了这笔钱。政治上又不减分，政治上又不减分。美国对自己国内又说得过去。你看，之前我们国家一直没有办法深入伊朗，现在怎么样？我们可以跟着他一起来开发伊朗的油气。之前这笔钱都是俄罗斯赚走了，都是其他国家赚走了。但现在我们美国深入到了伊朗的境内，我们一起来赚这笔钱，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啊！美国的力量深入到了伊朗的经济阶层跟社会阶层。伊朗当然也可以表述自己胜利了，伊朗会说：“你看，这是战败国在给我们赔偿呢。”所以你看，这对他的合法性又是一次重大的加强啊！所有的老百姓，他甚至会拉着老百姓去看这个合资企业。你看啊，这因为他们战败，所以他的赔偿，他才给我们建了这个一起来开发。你看，我们又赢了。我跟你讲，这就是谈判的高手，让双方各取所需。伊朗要的就是面子，他要的是合法性呀，他要的是老百姓真金白银的看到，哇，这是美国，你看美国的因为美国的投降了，所以才给我们赔款，割地赔款，建了这个企业给我们开发。那对伊朗来说，这也是个重大的胜利啊。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我说一赢各表，这是这次战争的最美好的结局。我觉得这次的撮合能达成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中间的所谓的一个大的均衡点，这个是充分的展现了特朗普政府的怎么说呢，在这次博弈中所展现出他在谈判上的一个过人的天赋吧。事实上，特朗普就是以谈判起家的，如果说这是他收官一战的话，我觉得挺完美的，我觉得是挺完美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被各种各样的博主乱七八糟的信息给破坏了你们的比例感啊！如果你们因为那些比例感认为，这是一次对美国的重大挫败或者什么，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南辕北辙，这差距太大了啊，差距太大了。所以因为简中信息现在就包括推上的信息是。中国肯定是动用了极大的力量在这里面去推进，所以你包括最近你们知道，就是 VPN 都开始极大的收紧啊，所以大家能听到这场 Space 也非常的不容易。那我就把我真实的想法跟真实的比例感所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希望给做交易的朋友们做一点参考啊。至于大家的政治的观点，我并不去论述啊，因为我是单纯的站在贴近客观事实的角度去跟你们讲我的认知跟我的理解啊。但是如果你们在政治的角度去支持各个一方，那这个无可厚非，这个无所谓但是就交易而言啊，那这个毫无疑问对美国是一次巨大的提振，对美元也是重大的提振，对美债也是重大的提振。不要去听那些乱七八糟的人讲什么美债要崩了，美元要崩了，胡说八道，完全胡说八道啊！你看美股涨成这个样子，难道还不够有问题吗？还不够说明吗？所以这个，我要如果说中文的信息错误的信息太多的话，比例感失调的信息太多的话，我需要给我的小伙伴，至少相信我的小伙伴，我需要给大家一次正本清源啊，防止你们在交易上或者比例感上失调。这个是这一点。那我们行，OK，大致的聊了一下这个宏观上的内容，我看一下具体的交易吧，看看有没有什么可聊的。比特币虽然今天进入了逼近进场期，但是其实还是退场啊。然后看一下明天更新是不是进入进场的。因为它是如果比特币这一轮真的进入进场的话，那也是从爆破中进入的进场，那很有可能这个整个的这个质量还是会不是特别高，所以大家不用那么着急的进啊，不要看到它一暴涨就慌，没有必要慌啊，我们可以等一等，没有关系。然后我们看一下美股。美股刚才直接日内拉了4%啊，非常夸张。然后现在总算从这个4%的这个涨幅中，现在稍微的往回跌一跌。我们看一下具体的美股的几个标的，看一下原油怎么样。事实上，美股暴涨，尤其是美国这边获得胜利，大家不要认为对中国是损失呀。你看到今天上证涨了2%、3%，然后甚至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跟机器人，大家可以看到我公布的这个国内的2个板块都是大幅度暴涨，而且人工智能，是不是机器人板块还是人工智能板块，今天都进入了进场期。事实上，中国的利益跟美国的绑定程度要远远大于跟伊朗绑定的程度。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你们政治观点就影响了你们对中国的整个经济宏观上的判断。中国经济是跟着美国走的这个程度是要远远大于跟其他地方走的程度。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可以成为这个关键式的撮合上的原因。所以，这个美国获得了这次外交上的胜利，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提振。如果这次撮合失败，美国把这些石油全部炸掉，美国对这个把石油电力全部炸掉，对中国会是非常大的经济上的损害所以这个对中国是一个利好呀。你们也看到中国整个的这个上证指数跟中国的2个关键式的增长板块都今年出现了大幅度上涨，这个你们也能看出来。
所以不要，事实上交易领域跟资本领域是最贴近于客观事实的。你们如果说你们的客观事实与这个资本市场产生了非常大的出入，那你们应该想一想，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比例感上出现了问题？这个肯定是出现了失调，你需要调整所以不要因为你们的国内的认知战呀或者其他的体系就蒙蔽了，让你们就片面的认为，谁赢了我就要怎么怎么样，谁输了我就要怎么怎么卖出买入，这个完全不要这样去做。这个交易是一件，投资是一件非常客观、非常贴近于客观事实的事情，它对比例感的中正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所以但凡某个比例感多了，你都要调一调，比例感少了也要调一调所以这个是这一点。嗯，然后我们看一下黄金黄金是不是今天我看一下，黄金稍微有一个小的涨幅，也还好然后白银也涨上来了。我看一下原油，原油怎么样？原油今天应该是进入退场期了吧？进不进退场期？我忘记了，我看一下今天数据吧。稍等。原油是逼近，已经进场期80天了，然后今天的报复指数是负的44，所以这个原油很有可能快要接近这个退场期了，估计明天就差不多了因为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受政治影响太深了。那不少人这几天在做多做空原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行动为什么非常不明智？因为这几天在做多或者做空原油的人，我会认为你怎么说呢？大概率你在交易上没有一个结构性的思路，没有一个结构性的思路，你更多是凭借你的直觉和感官在猜大小，跟赌博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为什么？因为原油这几天事实上受不可控的因素和战争，不一定这边一个飞弹，不一定这个贝森特那边调整一下头寸，不一定特朗普这边发一条推就能改变的一个这么高度混沌的体系，你在这里面想要去做多或做空，我会觉得你基本上没有一套比较行之有效的成熟的结构在做交易，更多就是凭自己的直觉在做交易。事实上，真正成熟的做多年交易者，如果尤其是心里面有一个足够成熟的一个结构体系的话，会非常这种标的是一概都避开的，这种标的一概避开。你做它干什么呢？做它没有什么意义吃之无肉，是弃之可惜完全就是鸡肋。你在这段时间你在做这里面涨跌完全不由你，它不由资金面，不由你各种各样你所能认知到的各种各样的信号所关联它完全由外部性，完全由外面的信号、外面的政治的因素、外面的战争上的博弈进程来决定。那么，难道你认为你可以对整个战争开了透视吗？你可以提前预测战争的走向吗？我觉得这段时间，如果说你长时间的在原油上有关注而且真实的在这上面反复的下注、反复的做多做空那我给你的建议是呢，你最好在你的交易体系上建立一个更成熟的体系，而不要通过直觉来做交易对你来说的提升会更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对你的一个检验。我这里给大家更新原油呢，更多是为了让大家去了解美国的核心 CPI 后面的走向，因为美国的核心 CPI 跟这个美联储后面的放水的节奏会有非常大的关系。原油自己呢，如果你真的要做，那也应该在80天之前我80天之前原油的进场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可以去真的做一次买入。那事实上，如果说你是在战争开始之后才开始做原油的，而且这几天持续的在关注原油，那真的要在自己的结构体系上好好的反省一下我的建议就是尽量让自己形成一个结构再去交易，而不是在这种无头苍蝇下乱买多买空。那这样的话，早晚你的本金肯定会赔光这个是这一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看一下以色列股市是不是又新高了差不多了，以色列股市好像又新高了，没有新高快新高了，次高吧也是暴涨，暴涨了3%所以你看到以色列股市暴涨，美国股市暴涨，然后你在这讲美国失败了，美元霸权失去了，你的比例感肯定是要调整的，这个就不用多讲了，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明后天有空，我想聊一下泡泡玛特，因为最近不少人在聊这个。事实上，我对泡泡玛特之前2年前我就聊过比较多然后有机会我可以深入的聊一聊这个标的，因为它很有意思大家，它跟之前我给大家聊的很多的标的有一些不同我会用一些新的定价模型给大家阐述这个东西，后面再说然后看一下谷歌是不是进场了。
谷歌逼近进场啊，还没进场。特斯拉，特斯拉暴涨，然后又跌下去了。特斯拉已经退场期多久了？退场期相当长时间了，所以大家不要激动啊，不要看见暴涨就直接买入，还是退场期。英伟达也是退场期啊，虽然暴涨的，现在又慢慢又跌下来。嗯，国内的机器人是不是今天是进场？看一下，国内的机器人国内机器人逼近，然后人工智能是进场。人工智能因为也是受美股的影响非常大，所以这种标的美股暴涨，这个人工智能也会受一个非常大的影响，非常大的影响，也是中国的股市里面重要的增量的概念。所以，如果人工智能跟机器人两者提前进入退场期的话，那上证早晚也会慢慢的进入退场期。这个也可以认为是，人工智能跟机器人就类似于后的对币市一样，哈，大家之前多次听到我讲这个后的对这个比特币进场期的质量的关键的支撑作用，所以后的如果一直是退场的话，那比特币的进场也好不到哪里去。人工智能跟机器人呢，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国股市的一个类似后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的标志性的标的啊。如果他们没走好的话，那上证也很难走好。然后再聊聊那个美股的潜力区吧。币市的潜力区，因为币市最近流动性也比较差。前几天跑出来一个 Red 是吧？Red 涨幅还不错，可能跑成了涨幅榜第一名。大家可以稍微看一看。但是因为这个币市的潜力区流动性还是比较一般，所以最近的这个大的行情还是出现在美股上。我在内参里面给大家更的这个美股里面有相当多的部分都是在美股市场已经进入退场期很久了。进入退场期已经接近一周了，但是在退场期中，美股相当多的股票也走出了很好的涨幅。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在上周我刚给大家复盘4月7日，我给这个内参的朋友们复盘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HRTI 已经涨到了第几周了？应该是第8周还是第7周？从2月10号我给大家更的潜力区22已经一路出发涨到了71.49。已经涨到了71.49，所以 HRTI 这个是目前潜力区我更新的第一周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一个标的。然后 FSLY，如果你们在之前 Space 里面有听我讲过的话，我跟他讲过，这是一个慢牛缓慢上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标的。FSLY 事实上到现在还在缓慢涨，已经第5周进入涨幅榜了。从3月3号我给大家更新的19.4出发，已经一直涨到了现在的34.22。这是4月7号的数据啊，还没有继续更新。估计今天晚上可能还有涨，我看一下吧。FSLY。我先看一眼 HRTI 吧，HRTI 光通讯今天晚上HRTI 刚才又暴涨，涨到57.4。OK，这是已经下跌情况下又调整上来。我看一下 FSLY，这个是34.58，是新高吗？OK，FSLY 又新高了，又新高了。3月3号到现在还是持续每周新高呀，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潜力区。你们可以看到美股的潜力区就是有这样的特征啊，就是比币圈潜力区，币圈潜力区一般再绑1-2天差不多也就下去了，但是美股的潜力区能再绑4-5周、5-6周，持续每周出新高这个对于大家尤其是掌握了升档理论结构的话来做这个美股标的，那就是真的是太爽了尤其是从第一周开始做的话，那一路往上移仓，这个一路在这做真的是不要太爽这个涨幅非常巨大，非常可怕。在今天普遍的各个标的流动性都缺乏的情况下，美股的潜力能走出这样的一个状态，非常的不容易。事实上，我过2天我可能想回测一下，回测一下什么呢？就是美股里面创新高的，而且连续一周创新，不是连续10天超过10天以上持续创新高的标的。然后我想专门做一个回测，是不是我的潜力区是不是几乎全部覆盖了？我怀疑好像真的全部覆盖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这潜力区的这个功能，这个心理点的这个监测有点太强大了。我之前没有在这个美股上真的试用过，但是我今天忽然在路上走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有这种可能性，会不会真的全部覆盖了？因为我发现，因为我今天在这个秀探新的潜力区的时候，我发现今天涨幅榜的那几个都是之前已经更过的，都是之前前几周已经更过的，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再增加新的更新的标的了。增加新的标的，所以我进而想到，难道说，会不会是新的更新的持续10天以上、持续创新高的标的都已经被潜力区嗅探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恐怕是真的是一个在金融领域
从来没有过的工具，应该是没有，我没有听说过有彭博机啊什么的都没有过这样的工具。也许以后会为大家用这个衍生品做交易会提供一个很大的助力吧，啊，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猜想，我没有真正的回测啊，过2天我可以真的回测一下。然后 BNO 从这个3月9号的42.3出发涨到了55.46，然后 EQN2 从这个32.5，3月9号然后涨到了43.45。我刚才说的 BNO 跟 EQN2 这两个都是到现在还是延续的，所以就是我在这里面聊到延续的话，那你们感兴趣的话还可以继续看这两个标的，也就是说未来1周还有可能继续突破新高，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重大的信息差啊，你们感兴趣都可以去看啊。然后 APEI 也是延续，APEI 是从3月16号的52出发，涨到59.42，然后 DOCN 是从这个3月18号的75涨到了92.45，然后 TSEM 是TSEM 没有延续，这个我就不讲了。然后还有就是上周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美国其实开始出现了开始发布了这个新的火箭，然后绕月阶段派了几个真正的宇航员在绕月阶段绕这个月球轨道转了几圈，这个所以上周在美股退场期的情况下，有相当多的美国的航天股出现了暴涨，所以这个尤其是 SATL 从这个3月26号我给大家更新的5月9号出发，然后到了79，现在可能还在出发，还在延续，这个就是关于这个航天股。之前有朋友星球里面专门问我说，让我更新一下国内的航天股，那我给拒绝了，我不会给大家更新这种东西，为什么？因为国内的人工智能跟这个机器人相应来说是一个比较既有增量的这种概念性的突破，同时又保持着相应的这个整个财报和整个公司体系的稳健啊，这两者是都兼具的，我才会给大家更新上去。那至于航天股，国内的航天股大部分，尤其是在这上面真正上市的，那除了几个国企，其他的几乎都是圈钱骗钱的。我就可以直接这么说啊，整个财报我一看这各种数据，可以说都是编的。我当然这样讲有点过分啊，但是我可以说基本上都是找这个安永啊什么的，把这个财报数据各种矫揉造作搞了一搞。因为为什么能看出来？因为我从谢林点场外一看这个数据，它整个内部产生的均衡的情况与它的财报数据根本就对不上，这就说明它有相当大的造假的成分，这种我是肯定不会给大家更的。所以你们即便看到说什么前段时间说什么中国在什么航天轨道又申请了几万个、十几万个什么什么位置呀，然后又要炒作中国国内要搞了，但是我会站在为大家投资的这种客观中正的角度，我不会给大家更新这种标的，所以。就不要想着去在国内的二级市场去稳健的投国内的航天股了。这个国内的航天股想要成长为类似于人工智能跟机器人这样的成熟的标的啊，财报也相应的稳健跟健康，减少造假的情况的话，我觉得还得至少得有3到5年的时间，至少啊，我估计得有10年的时间啊，因为国内的想要去对标 SpaceX 跑出来一家民企，走出一家好看的财报，那可太难了。这个东西不是说你靠产业链里面排列组合就能搞出来的东西啊，这个需要非常多的崭新的知识跟全新的逻辑的结构，这个我觉得需要时间啊，所以我不会给大家更新这个国内的航天股啊，但是人工智能跟这个机器人，我觉得就足够大家用了。然后 AGX 是从这个3月30号的490出发，涨到了578啊，现在还在延续啊。我说延续的，大家都可以继续看啊，新的1周还有很大的概率会产生新高的。然后包括那个4月3号更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标的 SNX，从182出发涨到了193啊，也是在延续啊。TH 也是从11出发涨到了14.13，也在延续。然后4月4号两个标的是舍弃了，然后两个标的延续。VSAT 啊，这个是涨到了54.5，但是没有延续。CAR 应该是涨幅不错啊。我今天还有听到一个朋友跟我讲到 CAR 这个标的，我看一下，稍等，我看一下今天怎么样。CAR 安飞士，OK，产生新高，今天晚上又是新高啊，272啊，今天晚上涨到了272，所以已经从171涨到了4月7号的214，然后又涨到了272啊，CAR，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延续的标的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但是
当然，这个对内参的朋友而言，这个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标准，就是用这个升档理论是可以很好的跟着它继续走就行了，就不用担心止不了盈啊。我们可以很好的在最高位置止盈。然后后面我们再看4月7号的这个 VARSN，看一下今天晚上的走势。这个就还没有更新它的复盘。VRSN 涨到了282，昨天是新高，然后后面就还在下降啊，还没有产生触底的状态，可以再观察一下看看。今天更新的这几个大家就自己再去看吧，看一下今天晚上走势如何啊，后面有机会再给大家复盘。然后我看一下我们的潜力区，前几天那个 Red 看一下，还有 LAB，昨天是 Lab 对吧？Lab 昨天涨幅也很好呀，啊，昨天按照我们升档理论的话，可以正好在最高位置止盈，大家看到了吗？啊，如果你是内参的朋友的话，你可以直接看这个 Lab 昨天的止盈位置。Lab 昨天最高看一下，最高是0.397还是0.41038啊，0.41038。我再看一下 Red。是从这个我给大家更新的时候，好像是限定点是0.13左右吧，0.13几，一直涨到了0.2356，翻没翻倍？Red 好像没翻倍，0.7倍左右。在这样的一个流动性比较差的状态下，还能涨出来一天涨0.7倍，70%，这个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涨幅榜第一名。如果大家按照画幅法来定这个杠杆的话，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多少倍杠杆？这个杠杆倍数也很夸张呀，基本上这是十几倍盈利了。行，后面有机会我再把潜力区里面，尤其是我估计，如果说真的是轮进涨期顺利的突破的话，我可能会专门挑出1、2个标的，我可能半夜的时候给大家实盘操作一下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再关注啊，然后我们一起来真实的去做几单，看一下到底我们是怎么进场，怎么去止盈的啊，大家这个对止盈的关键的状态跟心态把握好的话，事实上你们慢慢就能把握出一些规律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然后行，今天先这样吧，不要聊太多了啊，也好久没开了，这次就算是重新开一开聊一聊啊，大家感兴趣后面就推特跟我互动吧，那这个我也录音了，你们感兴趣可以白天再听。然后核心就是希望大家把自己的信息源的比例感调整干净，调整到合乎客观事实的角度，你们才能对交易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以及心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所以这个是今天晚上要聊的一点重点。其他的就看吧。然后我们正好身处在一个很大的时代，又正好处在一个刚刚冲突，整个对伊战争中间的全程，我几乎都大的节点也是个很好的复古。干年之后肯定会回来听的，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经历吧，然后跟大家聊聊天也蛮有意思的。那大家晚安啊，过2天或者是明天有空的话，我再给大家再聊一聊。拜拜。